Hello， 大家好，我是咕噜。今天视频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素食的减脂一日三餐。其实我之前拍7日减脂三餐的时候，经常有女生问我，就是减脂期，其实如果自己吃素的话，应该如何去吃，或者是有哪些好吃的食谱？因为就每天吃豆腐，真的就还挺单调的。所以说今天中午我打算做一个我人见人爱的素食鹰嘴豆脆卷饼，晚上再做一个燕麦奶的低糖冰淇淋。然后我还挺期待今天的食谱的。然后除了这些食谱之外呢，也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吃素，尤其是减脂期吃素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素食的问题。其实第一个呢，就是吃素到底能不能瘦？素食呢有非常多不同的分类，比如说像蛋奶素啊、纯素啊、鱼素啊，包括像植物性饮食。就不同吃素的人，他整个的饮食可能都不太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一个什么非常特定的标准。整体来说，吃素的人他的饱和脂肪摄入比较低，然后胆固醇的摄入也比较低，但是也非常容易出现就是蛋白质摄入不足导致主食吃很多这样的情况。整体来说，吃素的人他的饱和脂肪跟胆固醇的摄入都比较低，然后但是非常容易出现由于蛋白质摄入不足，然后主食吃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具体吃素到底能不能瘦，还是要回归到你的热量摄入和热量消耗上，也就是热量差。毕竟其实你想，薯条它也是素食，如果说你天天吃薯条，虽然说你也在吃素，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很容易瘦。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是不是吃素特别容易蛋白质摄入不足，尤其对于增肌的人来说，可能蛋白质的摄入要求更高。我觉得这个是对于素食的一个比较常见的误区，因为有非常多蛋白质丰富的植物类的食材。对于吃纯素的人来说，可能像一些坚果呀，或者是豆类呀，比如说鹰嘴豆啊、黄豆啊、大豆、红豆啊等等，或者是说一些粗粮谷物，像燕麦，这些其实都含有一定的蛋白质。对于吃蛋奶素的人来说就更简单了，像鸡蛋呀、牛奶呀、酸奶呀、芝士乳酪啊，这些也都是非常好、非常有营养的蛋白质的来源。另外我觉得这2年像一些植物肉或者是一些这些产品的存在，也让吃素和补充蛋白质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难。但是对于吃素的人来说，我建议去补充一些维生素 B 族，尤其是 B12，因为 B 族是一个对我们整个身体代谢呀，包括你身体健康都非常重要的维生素，但是吃素的人比较容易去缺乏。除了补充维生素，或者是你也可以买一些像那种营养酵母之类的东西，它也是可以帮助你去补充维生素 B12的。说到牛奶呢，就一定会有人问，是不是喝牛奶就会长痘？就喝牛奶长痘本身是因为你对牛奶食物过敏，或者是你有乳糖不耐受才会长痘。如果说你本身你现在就在喝牛奶，然后你没有长痘困扰的话，其实这件事情是不需要去担心的。然后真的也要推荐一下这期视频选择跟我们合作的法国圣优活的燕麦奶。这个燕麦奶我觉得真的是受到我们全工作室人的集体喜爱，它真的是超乎了我最开始对它的预期。然后圣优活呢，它本身是一个法国的品牌，在法国似乎非常的有名。然后如果说有在欧洲上学的小伙伴，其实可以告诉我你们有没有在超市里面见过它。然后它主打植物基饮食，然后整体非常的健康，非常的环保。然后这个燕麦奶就第一呢，它会有一些沉淀，所以说大家在喝它之前就一定要摇晃好。然后另外它喝起来非常的浓醇，有那种燕麦的香气，但是同时还有一点点豆奶的香气，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有一点微甜，但是它是本身没有加任何的糖的，它是有一种叫做水解技术的东西，它把就是燕麦本身的糖给激发出来，然后让它喝起来会有淡淡的甜味儿。虽然说牛奶比燕麦奶它的蛋白质含量更优秀一些，但是燕麦奶它本身更低脂，然后胆固醇更低，同时它还含有更丰富的膳食纤维。然后另外其实从一些就现在有的研究数据来看，就燕麦奶它的整体的碳排放啊，包括水用量其实是更低的。最重要的是燕麦奶真的跟咖啡好配呀，就是我每天早上会喝一杯黑咖啡，然后里面会加一点点燕麦奶，然后这样它又好喝，然后又不会非常的苦，然后同时热量又很低。然后另外我觉得燕麦奶跟稍微有一点点酸度的咖啡会更加的配。然后我
最近其实试了几个不同的咖啡去配生油活的这个燕麦奶，我觉得永璞的咖啡液是最配的，就它整个咖啡的风味还非常的明显，保留的很好，而且冲起来非常的方便，常温就可以保存。我觉得大家可以试一下，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棒。然后话不多说，我现在去做午餐，然后另外晚上我打算拿它做一个芝麻酱巧克力的一个燕麦奶冰淇淋，然后还挺期待的。